年总有尽时，英雄莫死双塔，借羽磨的铁剑，长鞭跨马称王。好！上回书说到蔷薇帝经越皖州，坐山观虎，斩平山君罗子寿，占领平国。玉安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说演义，这可比看书有趣多了。来一次下堂没听过这个，那你就是白来了。你今天可听仔细了，今天说的是《蔷薇百战录》最精彩的那部分——阳关一战。你要是把这个错过了，那得等半年呢。统帅大军直逼阳关城下，时至深秋，万物凋敝，大军皆服赤色。蔷薇皇帝，蔷薇皇帝是谁啊？我知道，蔷薇你知道皇帝就是什么呀？听你说，听人家说。军中有一乘红脸，帘幕低垂，在蔷薇公主驾下。这阳关是帝都的屏障，破了阳关，便可直取帝都。此时，蔷薇皇帝喜欢的蔷薇公主就要死了。他和她从小就是最好的朋友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他登上太清阁，当上皇帝。后来，蔷薇公主就死了，没能看见蔷薇皇帝登上帝位。昨日青丝中见红姑，月色晚来哭，调唱相和舞，悲喜总泪。是人间白发简单成灰，轻舞潇潇也。现今是秋风悲回，莫问从头，英雄总无路，天下千年久。我今自已愁。蔷薇皇帝为了他最心爱的人征战了天下，可是最后还是没能得偿所愿。想必啊，蔷薇皇帝肯定很落寞吧？至少，他得到了天下，这也是蔷薇公主最想看到的。哎，玉然姐，你们再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吧，我之前没听过。哦，好，我来讲了啊！这个蔷薇皇帝是我们应朝的开国皇帝，是东路第一大英雄。蔷薇公主，哎，玉然，蔷薇公主是蔷薇皇帝从小最要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最要好的朋友。他们的故事里面，我记得还有一个人叫什么纯文公子啊，对，什么纯文公子？人家叫文春公子。对，我之前听说书的先生说，这个文春公子是当时最聪明的人，他和这个蔷薇皇帝也是好朋友，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志向。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志同道合。对，志同道合。他们就是志同道合的那种好朋友。再加上蔷薇公主，所以他们三个就是最好的朋友。三个？我们也是三个。是啊。是啊。来，把杯子拿来。我
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，一直做好朋友。好，对，永远做好朋友。离国犯我疆土，下堂危如累卵呐！依妾愚见，骆子嫣所提议和之案，倒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。国师以为，离国是真心想要跟我们议和吗？妾看来，离国只是想求得暂时的和平，以备更大的军事方案。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，确实昂贵了一些。下堂富甲东路，却始终没有一支能够跟诸国抗衡的劲旅，屡屡受制于人。这些年我都成就了什么？这是这些年国主成就的一座繁华的南怀城。它让我想起你初来下堂，常常画自己的家乡。那时顾家根本不知狱卒为何物，还以为是你梦境之中。这是顾家初见国主，独立小巧，满袖清风。劳烦国师，我们先与离人议和。好。撤！撤！诸位爱卿，朕刚刚收到了2封书信，其一来自离国公嬴无忌，他向朕求方伯之封号御领3军。其二是前方的军报，夏唐国在边境之战中溃不成军，现已向离国各让15城示好。众位爱卿，众位爱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嬴无忌无视朝规，公然侵占下唐领土，不臣之心昭然若揭，而今又公然求方伯之号，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诛。陛下，臣却认为非也。臣素闻离宫麾下有5万虎狼之师，凶猛异常。他们身着红衣亮甲，名为赤旅，而这其中又有5000精锐之轻骑兵，快如雷电，又名为雷骑。他们雷霆万钧，下唐自不可挡。损失15城，怕是下唐最少的损失了。依爱卿的意思，这离国人即便是把下唐全部侵吞了去，也合情合理了。臣不敢。臣是说，以赤旅雷骑的勇猛，抵挡下唐与股掌之间，已并非难事。不如就与他相安无事最好。那爱卿认为，这方伯是封还是不封啊？依臣愚见，封。
尹无义已踏过下堂，直逼天启而来，来势汹汹。臣担忧，如若不封，届时定会生灵涂炭，我等都难以安坐了。我倒是真想看那一天的到来，可爱卿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来人，殿下，殿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退朝！不知尹无义这次侵犯的是哪座城池？说来奇怪，既不是交通要道，又不是富庶之地，而是一个叫古北口的荒山野岭。以宁卿看来，尹无义这头狮子已不在下堂，而是向帝都伸出了爪牙。怎么讲？古北口现在确是荒山野岭，可是100余年前，却是通往帝都的一条商业险道。若冒险通过古北口，会比走商道快4天到达帝都，只是实在太难走，所以才被荒废了。以李国的军力，不需多久便可恢复出一条可供军马通行的道路。到时候，只要尹无义一声令下，滚滚雷旗便会出现在帝都城下。想必宁卿已经知道尹无义求赐方伯一事，你怎么看啊？恕年轻直言，诸侯之中有不臣之心者，远不止尹无义。数百年来，皇室采用的策略是让诸侯之间相互制衡，可现在离国军力之强，已经压倒了其他诸侯。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，那其他诸侯的野心便会爆发。这煌煌帝都向来都会引得天下人的贪欲。你有什么对策？因袭旧法，以诸侯治诸侯。以前各诸侯为皇室效力，难免不情不愿。可现在狮子来了，大家必须联手御敌。给我传书百里景洪，不惜一切代价在古北口挡住尹无义。是。国师想必已猜到这是谁的来信了。帝都天启，应国长公主白凌波殿下。我在诸侯中能有这样的地位，全是长公主所赐。冒大不韪与青阳部结盟，也是长公主授意。长公主有命，我也不得不遵从。长公主不允议和，要求你出兵阻击尹无义。自古以来，天子都是这样，要讨伐诸侯，必定其他诸侯先出兵。天子永远是高高在上，看着其他诸侯血流成河。不能想办法拒绝吗？拒绝了长公主的调遣，就是拒绝了她的好意。从此往后，就再也别想得到帝都的恩宠。天下女人，有几个心胸宽广的？我拒绝她一次，她得记得10年。天下间的盟友，谁一定是你的人呢？大家都有利益的交换，
我也是有求于您，所以才会在这南怀城里静谧那么久。长公主那边亦然。如今营务义剑指帝都，天下震动，人人自危。谁能击败营务义，在诸侯中的地位必然会扶摇直上。所以这一战，风险虽大，回报也大。道理是这样，顾家在思量着双方的军事差距，看来只有动用那10万担粮食请来的铁骑兵了。那些北路人性情凶悍，远来未久，怕是难以调遣。那个九王又是个心思极重的人，婚约未成，怕也是不肯出兵吧。虎狼屯邑结壁，不让他伤人，就得放出去咬外人。九王自是不肯轻易出兵，那顾家也有对策，只要一人上的战场，他就会请兵出战。国主说的可是是字？国主思虑的清楚，处处皆无险招。这是孤和离国抗议和了几日，便有撕毁条约。那军国大事传到万民口中，如同儿戏呀。并非是儿戏。君主有君主的不得已，时局动荡，便要顺势而为。这是我们争雄东路的好机会。你们的对手是来自离国的俘虏，他们在战场上受到了屈辱，心中燃着复仇的愤怒。他们手中若是有刀，就会将你们砍成肉酱；他们若是还残留着指甲，就会将指甲刺进你们的喉咙里。这是最接近战场的演练了。那么今天，你们将是2人1组，请多珍重啊！我还要提醒你们一句，不要和这些野兽在一个牢房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不然真的到了拼你死我活的那一天，可能你们的心软就会让你们输了自己的性命。作为战士，要时刻拥有一颗杀伐决断的心。俩毛孩子，跟我在战场上见过的下唐军人一个德行，眼神软弱，就跟丧家之犬一样。阿苏拉，他是我们的敌人。姐！放开他！你们这样的人上了战场，只配做我的刀下肉泥。你是女人，我们不想伤害你。手里拿着武器却选择后退，这就是你们输给我的原因。你杀呀！
杀呀？没用的东西啊，连个俘虏都当不好，要你有何用呢？不过他有句话说的是对的，拿着武器还倒退的人，注定是失败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总结教训。还有，以后要是在战场上也这么干，我一定军法处置你。不管你是士子、庶子，同罪，杀无赦。阿苏勒，你是不忍心吗？我被送来下堂，说是可以学习所有东路的军事知识。今天第一次上战，看到的只有残酷的血腥，把俘虏当成靶子来打，那还是个女人。济公想让战俘给我们做对手，是想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战法。不过阿苏勒，你不是下堂的人，离国的战士也不是你的对手，狠不下心来，这也很正常。也许吧。姐，几年前，我的刀术老师问我拿起刀是不是想杀人，我拿刀是想救人。今日济公的事，我都听说了。苏上公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这世上真的有妖魔吗？其实真正的妖魔住在人的心里，人心里的恶生出了万千的妖魔。世子，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上公请讲。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。至于武阳君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请你相信，那一定不是他的本意。他只是心里藏了太多的愤怒，又太想证明自己。虽然我不知道武阳君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，但他对我和姬说的一句话，我却记住了。继承斩铁剑的人，就应该去守护更多的人。世子这话，我以前也听一个人说过。他也有一把绝世的剑，他跟世子一样，把天下装在自己的心里。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他成了一个英雄，却死在了万刀之下。禀国主，世子近2日一直在济公内学习，一切如常，并无任何异动。我怎么听说，世子在昨日的训练中，险些遭了离国俘虏的黑手，还和武阳君发生一些小冲突。苏上公不是疏忽职守，就是有意要偏袒言儿了。请国主恕罪，苏某一定会保证世子的安全，以后不敢大意。苏上公的心意，
顾家了解，顾家也不会降罪下来。颖儿也已经成年了，再过几日，我打算带她去地宫走走。苏上公替颖儿保存的那枚指环，是时候拿出来了。国主，那柄剑极其凶险，以颖儿现在的心性，是根本无法控制的。那柄剑是属于她的，只有颖儿有可能成为那柄剑的主人。国主应该知道那柄剑的力量，寻常人根本无法踏进他的圈子。那柄剑不仅寄生着他父亲的灵魂，也寄生着其他所有被剑所吞噬的灵魂。它的可怕无法想象。颖儿的确是那个最有可能拔剑的人，但是以他现在的心性，是根本做不到的，国主。可他的父亲曾经拔起了那把剑，不是吗？只有持剑的人，才能成为一代一代天驱的首领，成为一代一代的英雄。只要拔起那把剑，他们才会成为世人眼中号令天下的英雄。苏上公当然明白，我对颖儿的寄望不只是那把剑，更是整个下堂。还请国主三思。颖儿她只是个孩子，我只希望颖儿能够平安地度过此生，请国主放过她吧。他不再是孩子了，你也不再是他的养母。从你带着他投奔顾家的那天起，他就只有一条路能走，要么成为拔剑而起的英雄，要么就像个懦夫一样的活着。你现在让他成一个懦夫，他宁愿去死。好自为之吧，去吧。都来瞧瞧嘞，瞧瞧。你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了，他们不敢进来。阁下要算什么呀？我要找一把剑。那阁下走错地方了，兵器铺在隔壁。那把剑在兵器铺找不到。阁下要问的是一件陈年旧事，可时光太过久远，想要追溯很难。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我听说有个名叫幽长吉的年轻人，他乘着一艘小船，顺地下河而下，带着一把沉重的古剑，英姿勃发。可惜遭遇了天驱武士团的刺杀，可他居然以一己之力击退了数十人的围攻。
我问的不是人，我是问剑。我并不知道剑的下落，可或许有别的人会知道。月圆之夜，阁下带着足够的钱，再来吧。最近双红花开得正盛，我亲自采摘了一些，让后厨做成了双红饼，带过来看看你。记得当年我带着你从晋北一路乘船下了南怀，这一路上你都很警觉。可到了南怀就好了，因为那里的特产有你最爱的酥皮点心。尤其是这花瓣做馅儿的双红饼，你每天都要吃上一块。苏上公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用每天吃点糕点才能入睡。你呀，小时候有很多话跟我说的，现在越来越大，话也是越来越少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苏上公，我有件事想问你啊。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蔷薇公主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看蔷薇皇帝登基。于是蔷薇皇帝不顾一切代价强攻商阳关。看来喜欢一个人啊，就在做他喜欢的事情。你喜欢这本书啊？雨然，哎，你来了。我前2天听说书人讲蔷薇皇帝的故事，我好喜欢。你有没有想我呀，小胖子？你要喜欢他，就常来玩吧。反正他也喜欢跟你玩。我原本以为你不方便来找我呢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都是一起喝过酒的兄弟了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们就是一个战线的人了。虽然我们都是背井离乡、寄人篱下，不过别担心啊，以后大哥罩你。好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找季野逛鬼市。走。我查了所有跟那件事情有关的记载，但都语焉不详。我只知道我的父亲是晋北国人，世家出身，仕官于皇室。而他另一个秘密的身份是天驱的大宗主。有一天，他突然离开了帝都，带着天驱的圣武苍云骨齿剑来到了南怀，但却被不明身份的人给杀了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杀他的到底是什么人？颖儿，你问的问题，有些我知道，有些我不知道。有人觉得他是罪人，但其实他问心无愧。当年全天下的人都想要杀他，一路上他遭遇了无数次的伏击，可至于最后谁得手，到今日仍然是一个悬案。国主说是陈月的人杀了我的父亲，你怎么看呢？这未必是真的。陈月固然是你父亲的敌人，但你父亲的敌人却远不止于陈月。国主希望你对陈月怀恨，这样你就会想要继承你父亲的剑。天驱的力量至今仍然潜伏在东陆各地，国主想要天驱为他所用。他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棋子。你、我、青阳世子，乃至于国师都不例外。
你是说国主只是利用我拔剑吗？你是最有希望成为剑主的人。苏圣公，你既然知道国主只是利用我当个棋子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我来下堂？当年你尚且年幼，你父亲的敌人遍布东陆各地，没有一国之力，如何保护你？难道你苏圣公不是国主的马前走狗吗？苏圣公，当我遇见你的时候，你才16岁。我拿你当我自己的亲姐姐看，而且我也一直想有这样的一个姐姐，好看，又照顾我，英姿飒爽的。但我现在觉得呀，是很多人一起杀了我的父亲。而你，就是其中一个，对吗？你很喜欢看鱼。我只是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池中的鱼，以为自己游在大海里，可其实只是别人替他挖下的池塘。你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活在别人挖好的池塘里？其实我们至死都不一定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在哪里。你若早来几日，这次林秋开得正旺，可眼下渐渐的不行了。不应时节的花儿，到底是要凋落的；不合时宜的人，终究是要离开的。国主已经找过我了，他想让颖儿去地宫拔剑。意料之中的是，国主等了那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顺清，离开吧。离开？我不会离开，就像西将军守护着这些花儿一样，我也有我要守护的东西。你真正要守护的，并不是那柄剑，而是那个人。你不是一个天驱，守护那柄剑的责任不应该落在你的肩上。可是能守护那柄剑的人已经被杀掉了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因为那个人救过你，就要背负一生的枷锁？这天底下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牢笼。那把剑，就是我的牢笼。上两位。
那个楼。不来鬼市就不知道九州之大。对，鬼市无奇不有。哎，这个是夸父，你看，那个是河洛，还有羽人。哎，怎么没有羽人呢？羽人？这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对啊。哎，羽然，你真会飞啊！我当然会飞了，我给你飞一个啊！等一下。今天好像飞不起来了。没事，今天飞不起来，等你哪天想飞了，你提前通知我们，我们看着你上天。嗯，好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姑娘，公子，想要点什么？你这都有什么呀？可以在白日下仰望星轨的墨金铂金，可以穿透所有物品的珊瑚金，可以打开所有锁的万能钥匙，还有可以百发百中的骰盅。这些都是我们河洛人亲手打造的宝贝，这南怀城里独我一份。姑娘，想要点什么？我们就随便看看。姑娘眼光倒是毒辣。这玉环是刚刚从我们河洛贵族的古墓中挖出来的宝贝，这寻常人呐，难得一见。哎，两位公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姑娘不说喜欢吗？赶紧买呀！喜欢吗？挺好看的。这个多少钱？200金珠。这么贵啊？哎，姑娘，你看这玉环水头多好，这玉呀是天生养的东西，这留在身边，那可是一辈子的念想啊。算了，我也不缺首饰。再说了，我干嘛带死人带过的东西啊？对吧？走。姑娘且慢。既然3位来了，那便是和碧殿有小小的缘分。不买河洛的物件不要紧，可我这里面的东西，在整个鬼市，就我一家。你们不看，会后悔的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你们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吗？过去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正在发生，未来或许已经到来。我这3面海螺镜，你们看到什么，便是什么。苏满，你醒了啊？亲姐姐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
你一直在这儿啊？上船不久你就睡着了，睡到现在才醒。马上就到寨子了。你怎么不吃呢？对不起。我没能保护好你们，这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。没想到还能有机会亲口告诉你们。我该回去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前面就要到家了。这儿不是我的家。我知道这是幻境，因为它太美好了。太美好的东西，我是永远不敢相信的。怎么了？没了。我的也没了。他怎么还没看完啊？阿苏拉，阿苏勒，阿苏勒，你看什么了？我们俩叫你都没听见。我刚刚在幻境里边实现了一个心愿。听闻你是来找剑的。你就是那个出售幽长棘下落的人。14年了，14年来，从来没人打听过他的下落。可这一朝风起云涌，他连最后这点安宁都不可得了。这个秘密，我守护了整整14年。做买卖有做买卖的规矩。我之所以跑到鬼市来打听消息，就是因为这里有所闻有所不闻，只为金子奔忙，不为追根究底。这位姑娘，你若是坏了规矩，不能怪我。那把剑，还有那个孩子，我都已经找到了。今天来，我就是想见识一下，这么多年到底是谁守护了这把剑。
皇是要在闹市大开杀戒吗？和陈越之间的战争，从来就不分场合。苍天之下，哪里都是你我的战场。久闻铁皇大名，真是风骨不改。不过这个女人好像不是你们天驱的人，你为何要保她性命？陈越杀人，天驱就得救人，不需要理由。我如今的身份是离国使者，这里是下唐国的都城，戒备森严，你我相斗，军队应该很快就会赶过来。到时候只怕是铁皇大人也不便脱身吧。确实没有这个必要。不过要换做雷比城，我倒是要考虑考虑。我知道，你们也觊觎苍云古齿剑，斩铁剑中的斩铁剑，天驱的圣物，谁不觊觎？回去告诉雷碧城，他胆敢染指苍云古齿，我定会取他项上人头。一定如实转达。哎，你还没说你刚才看见什么了呢？我特别模糊地看到城墙、战场，又在仔细看的时候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觉得这就是那个老葫芦骗人的把戏，什么现在、过去、将来。谁说他骗人的？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就看见我们3个站在南怀的街道上玩，那不就是现在吗？我觉得，可能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，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。雨然，你平时就开开心心的，看到都是漂亮的事情。姐，雨然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今天苏上公在宫里帮我约了一个父子，时间快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？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奇奇怪怪的。苏山国，你怎么了？世子，这儿不安全，我带你回宫。苏山国，真的不用帮你请御医来吗？不用，我真的没事儿，劳烦世子担忧了。可你刚刚受了很重的伤。没关系，只是些皮外伤而已，我自己可以医治。苏上公，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世子还是少知道的好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不。你是我在下堂最亲近的人，你一直待我像家里人一样，那我也会一样。所以苏上公的安危跟我有关系。能在南怀遇到心善如世子的人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今天的事我已经忘了，世子一定要答应我，好好做你的青阳世子。对很多事情要做到不听、不看、不说。世子明白了吗？
末日的丧钟。大乱将至了。神给了剑柄，就看这世间谁能握住它。碧城还有一则消息要告诉国公。国师，请讲。骆子嫣在下堂为国公寻的那柄剑已经有了眉目，是苍云古齿剑吗？国公洞若观火。尤长吉当年南下，到了下堂以后，就再也找不着了。可是整个东路都知道他背负的是苍云古齿剑，没想到那么多年了，这把剑还藏在下堂。姑也是小看百里景洪了，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抱负。按照国师的说法，神都惧怕天虚，谁得到了苍云古齿，谁就能号令天虚。那这样说的话，诸侯们都想得到它。百里国主机缘巧合守护了苍云古齿多年，但真正能号令天下的只有您，只有国公才应该是这柄剑真正的主人。国师，咱说清楚，是陈越想要这把剑，不是李果。孤从来就不相信这千军万马之中一把剑能顶什么用。国公，李果和陈越本是一体。也许吧。在孤看来，陈越更需要李果。孤要去更大的战场了，李果的事就留给国师操劳了。叶璇，传令张博，全部雷器集合，今天就出征天启。是。公爷，敌军18位，5万余人，加上雷胆营的1000，全数到齐。每次出征，都要等你跑这么一大圈，一一报数上来，累不累啊？累。公爷，不知是开朝时哪位将军设下的，皇室和诸侯们的军队开拔前都要来这么一下，报一报人数，振奋一下军心。哼，这叫振奋军心啊！把他们一个不漏的全都带回来，那才叫振奋军心呢。父亲，不可出兵，不可出兵！父亲，父亲，既然已经攻破了下堂，为何不一鼓作气灭了下堂国？你以为你父亲的志向就在于一个区区的下堂？可是父亲，您若亲自出兵天启，势必会引起各方诸侯的猜忌，离国也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那又怎么样？老师的意思是，让我们继续攻打下堂国。我以为你是来跟我送别的，没想到你是来传达国师的意思的。国师是为我们离国筹谋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有个世子的样子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你爹有个远大的志向？那天启城就像是一个丰乳肥臀的天下第一美女，你也不想去看看？那创建天启城的蔷薇皇帝，当年叱咤风云，号令天下，你也不羡慕？如果父亲执意出兵，那就以这些人的血开路吧。你以为我那么在乎他们的生死吗？
那我的性命呢？哥哥，吁！我刚才路过祭坛了，那火光冲天的，你赶紧去看一眼吧。国师不是赠了你大量陈月的典籍吗？这要是都烧没了怎么办啊？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救火！是。父亲，放火也学会了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那当然了。你还有什么不会的？父亲，我现在只能跟你走了。好吧，你得逞了。出发！全军出发！拜见国主。西将军找到骆子言了，对尹无益的出兵，他作何解释？据骆子言所说，尹无益这次率领了一支天下阵部的军队，要上天启觐见天子。他要北上，就得经过我国，是去天启，还是攻打我国，谁能说得清楚？西将军有何对策？敌人来犯，西衍定会全力以赴，不负国主重托。但是敌人来势汹汹，我军仓促集结，处境恐怕对我们不利。对付尹无益，是时候该请出我们的盟友了。国主说的是青阳兵，可是现在盟约未定，臣怕九王不会出兵相助。我请他们来，可不是让他们来颐养天年的，让他们出兵，顾家自会给九王他无法拒绝的条件。姑姑，姑姑，大事不好了！姑姑，大事不好了！尹无益出兵了！尹无益有5万雷骑，朕的禁巫卫不足10000人，又常年缺乏真正的备战训练，遇到雷骑该如何抵挡啊？姑姑，如今宫中没有一个堪用之人。你看看尹无益，竟然率兵北上，他这不是造反是什么？皇帝放心，我已派人送家驹军报前往下堂，命百里景洪一定严防，尹无益连下堂这关都过不了，何况天启啊！有姑姑这句话，朕就放心了。为了不让皇帝担忧，公主费心了。哎呀！你们快看！你们2个真不够意思，去打仗也不带上我，我也要一起去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打仗又不差。战场上不是闹着玩的地方。再说了，你是女孩，你身为郡主，还是好好在宫里待着吧。那你们2个要小心一点。放心，我的枪术你是见识过的。那离国的士兵你也是见识过的。我要你好好的回来。放心，
我一定把季野安安全全给你带回来。你们两个都得好好的回来。不行不行，西长为师。什么时候还卿卿我我的？西将军有令，即刻出发。走。世子，苏成公，世子真的要随军去前线吗？这是下堂的战事，与世子无关，世子可以不必去的。多谢上公关心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我想见识一下真正的战场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你了。但是世子的伤病还未痊愈，苏某恳求，世子一定要平安归来。有上公送的软甲护体，归臣一定能平安回来。西将军，老师，西将军久经沙场，这些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我定会尽全力，但战事无常，也许连我都一去不返。此时此地，便是永别。要是这么轻易就死，那西将军就不是东路之狐了。东路之狐，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告辞。西将军，照顾好自己。启禀国主，济公学员3军将士集结完毕。古人云：“国家危难，生死以之。”诸军都是国之栋梁。今日我百里景洪就将国家托付给诸位。李国公淫无义，目无法纪，杀父弑兄，狂悖好战，天地之所不容。诸军皆受贿于下堂，望不负我之所托，力讨逆之心，凡诸缺赏，同之山河。国主有令，阵前斩离国参将1名，赏100金，军衔升1级；斩离国牙将1名，赏500金，军衔升2级。若能拿回离国谢玄、张博、苏元朗等人的首级，赏1000金，军衔升3级。杀淫无义者，赏10000金。上表帝都，封万户侯。
西将军，国家安危系于将军一身了。正如国主所言，国家有难，生死已至，顾家静候将军佳音。全军出发。是。雷齐行军途中，凡兵士逃脱一日者，鞭杖80；超一日者，罪加一等；超3日者，就地问斩。夏唐军正全速向古碑口进军，他们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更快，不日就会领先于我军抵达古碑口。父亲，咱们也得快点了。公爷。 跟我这么多年了，有话就说，别这么吞吞吐吐的。公爷久经沙场，谢权不及万一，只是臣有一事不明。公爷派张伯率领雷骑脱离辎重，率先出发，就像把最矫健的猎犬远远地放了出去，可能会被狐狸一口咬死。要想抓住狐狸，就得用猎犬的速度。我趁夏唐大军还未到之时，派张伯 去一口吃掉他们在古碑口的驻军，就是想给这东路之狐一个见面礼。走吧。各位参谋将军，我们离古碑口还有1日的距离。虽说拓跋将军带领先锋军已经先行抵达，但你们推演了这么久，也该有个结果了吧？ 末将认为，应该利用山地之便，沿途设置滚木雷石、夜袭、火攻种种手段拖住离国军队，再分兵断绝营无义粮草补给。粮草一断，士气必衰。世子以为呢？老师，归臣看过地形图，离国境内多山，若是以此计的话， 是让我们和山民打山地战。久闻西偃将军素有东路之狐之称，我想他们没人能猜出你的战术，只能过后加以分析，才能恍然大悟。西偃将军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既然西将军已经成竹在胸，那何不直说？
和赢无义对战，倾尽所有兵力。在赢无义最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全军出击，一举击溃他的锐气。最好能吃掉他的雷旗。如果没有了骑兵，他就只能止步在古碑口。原来西将军也是个冒险之人。战场之上，胜生败死。若没有奋勇一意向前的勇气，就只能等死。王爷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季爷，这是他们刚才发的锁子甲，我有苏长公送的软甲了，这个你用吧。谢谢你啊，苏老。我不太会说话，但是谁对我好，我心里都记着。季爷，你为什么从军啊？我啊，怕被人瞧不起，被人欺负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一枪要不是握在我自己手里，我也会害怕。你呢？好好的士子不当，来冒这个生死。有的人从军是为了军功，有的人从军呢，只是为了活下去。但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能在战场上救别人。那你一定是那个可以保护别人的大英雄，值得信赖。人总要有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嘛。那个人可千万不要是我。雨然总说，我是一个不会相信任何人的人。他说他最讨厌我这一点。自从来了南怀啊，我最开心的，就是同你和雨然在一起的日子。有时候我也会想念草原，想念阿爸。可迎接到你们，我好像觉得，哪怕一直在南怀生活下去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雨然如果能听到这些，一定会很开心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能活着回去啊，我会亲口告诉他。那如果来日大战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呢？季爷，你怕吗？如果我说很怕死，你信吗？有时候我就觉着我心里面有个人一直在喊着，千万不要被他杀死。别怕，言儿，言儿，你要记住，等你长大以后，也只能自己救自己。
是我只能自己救自己。哪怕是我们运气真不好，在战场上同归了，不是一件坏事。也是，男儿死战，这归宿也不丢人。是紧急军情，走。快！预备，快点！快点！急行军，快！走。给我起来！拓跋将军，白立野，挂起下唐的锦旗，就地安营扎寨。敌军应该暂时不会再发动攻势了。是。西元，在。扶拓跋将军进帐篷进行包扎。是。所有人，随时战备。是。